好，我把 Hello，大家 IG 也开了。跟大家一起过周五，我们大叔又上线喽。大叔中文又来了。是的啊，茶叔，好，今天我们讲什么？今天我们聊，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其实我们之前介绍了成语，对不对？对，还有这个一些常用的字词。好，不过今对，天呢，我们应该要来教一些日常生活中常用的这种短语搭配对，短语片语了啊，算是中文的 phrase。更实用一些的，对啊，对，那这个可能跟大家之前想到的四字成语不同。我们今天要讲的短语可能只有3个字或者2个字，对，可能比较短一点点哦。那这种表达可能数量还不比成语少呢，也蛮多的对，哦。所以这个中文博大精深，这个要学完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好，对，那么我们的忠实观众佳佳来了。对呀，那个 C 帮 Hawk 好像也每次都来这也啊，是我的对，学生了哈。那这个脸书也很多朋友都来了，欢迎大家。还有这欢迎，个 IG 上也很多同学啊。对好，那啊。么丽敏同学啊，这个周好，五你们都做什么？对，都不做什么来中午大家应该回到听直播？家就要休息了，很累了啊，明天就放假对，了。好，那变叔我们就先开始吧，我们每个人准备3个，对不对？对对对，3个，好，我们林好啊，子也来了，欢迎林子哦。好，那变叔你先介绍第一个吧。好，第一个就是背锅，背锅，好，背锅啊，锅我们知道就是家背锅。里有时候在农村有那个黑锅，对吧？大黑就很锅，然后大的炒菜在里边用的锅炒子，对不对？菜啊、炖菜啊，可以用那个大的锅，下面生火啊。对，所以为什么一个人要背着锅呢？这个很常用，这个是一个比较不好的一个短语了啊。嗯，那我们在台湾说背黑锅，还会加个黑，对对对对对，我们也背黑说，锅但现都可以，在就对，现在越来越就把这简单了。个越来越简单，对啊，对，那背黑锅就是你背一个很重的锅子在背上，嗯，这个意思我觉得非常难，学生应该无法去理解它，但是对，这个是很常用、很常用的短语啊。所以背黑锅，好，我们有慧君来了，欢迎慧君，还有安和森同学哦。欢迎好，背欢迎。黑锅应该在什么样的情境用呢？比如说，特别一在般在公司工作场合，公司的场合，常常背对对对黑锅。比如我对有一个同事，他生病了，他说：对，“哎，你能不能帮我这个做完我的工作？因为我今天真的身体不舒服。”然对，后我就帮他做工作，结果老板看完这个工作报告之后因为主要是他写的嘛，但嗯是因为他前面写的是错的，所以导致我后面写的也是错的。老板，OK，就是把我们2个都给批评了。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哎呀，我真的我背黑，是本来不背了是我的责，黑锅。对，对，本来不是我的责任，结果嗯。我帮别人担了这个责任，或者我是别人怪我，好心，我是好心去帮对，忙，结果背黑锅了，被老板给批评了啊。对，就是你担了不是自己本来有的责任，然后被责怪了，这个就是对，背黑锅啊。所以这个算是很常用的一个短语了啊。比如对，说这个在学校可能也常用，比如说这个我没有作弊，嗯但是呢，这个有同学偷偷把那个小抄塞到我的书里面，然后我就背黑锅了，不是我对，做的事情啊。所以背黑锅那一般，也可以对，甩锅啊，因为甩有背锅啊。黑锅，现在也有一个词叫甩锅。甩锅，哎，很常用。甩锅就是不想承担这个责任啊，对，如就果有人把责任丢给你，你赶快甩锅，这又不是我的事情，甩到别人因为身上。我会问那个人，你凭什么把锅甩给我啊？你为什么把锅？对对对，这是明明是你的责任，你为你什么甩给的责任。我啊？对对，不要甩锅啊！甩锅就是把自己的责任丢到别甩出去，人身上啊。好，咻，这个叫甩锅，或者是本对，来是不好的一个不好的责任、不好的事情、不好的后果，你甩到别人身上去啊，这个叫对，甩锅啊，甩锅。好，各位同学，这个算是蛮常用的啊。这个意思就是把不是自己的责任丢到别人身上，或不是自己应该是自己要承担的后果，你不想承担，你丢到别人身上，对这个叫做甩Tracy 锅。说扣帽子，这个
不太一样。不算扣帽子啊，帽子扣帽子是比如说你把不应该这样，要怎么说呢？扣帽子就是扣帽子把一些意识形态或者是一些不好的名词扣在人家身上吧。就是你给别人下了一个定义，但是别人并不是这样的人，并不接受这样的定义啊。对，所以比如我说Ben叔，你看起来就是个很依赖的人，看起来就是很依赖的人，你一定是很依赖。我说你不要给我扣帽子，我可不是这样的人。对，我是很独立的人哦，你不我要很独立，我不是很依赖别人啊，你不要给我就是扣这个帽子。你用自己想的这个一个意识形态或者一个名词扣在别人身上，可是那个人觉得自己不是这样的人，这个才叫扣帽子。你可能你说但一般都是一个人可能八卦的时候或者埋怨别人的时候会给人扣帽子啊。对，我们这个例子不好举了，因为举的例子有时候会让人家生气，对不对啊？有时候随便乱扣人家帽子，人家会生气的。对，比如说你给某一个种族的人扣了一个帽子，那个种族人会很生气啊，所以会有这种比较敏感的状况发生。对，可能你说中国人都吃狗肉，我说你可不要给我扣这个帽子。对，比如说大部分人是不吃狗肉的。对，大部分人是不吃的啊。比如说你说韩国人都很小气，我讲这句话就被人家骂，对不对？可是韩国人就会说，李强老师你不要给韩国人扣帽子哦，韩国人都很大方的。所以扣帽子就是你去强加一个人或强加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应该有的头衔吧。直接把你就别人还没有回答你，你直接就把帽子扣在别人扣在上面，对，上面这个感觉。这个我觉得扣帽子也很常用，很好的一个词汇啊。对，好，很棒。大家要知道什么？你们最近学了什么好玩的词啊？好玩的短语啊，短语啊，可以分享一下啊。我们也可以，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跟大家。那我要介绍的叫泼冷水啊，泼冷水，这个很常用吧？对啊，我有加拿大的朋友教我说什么，他们总爱说什么 party pooper。我知道，就是扫兴的人，扫兴的人，对，扫兴的人啊。好，泼冷水应该要用。我来吧，你给我泼冷水吧，茶叔啊。我们先解释一下吧。泼是这样的动作，对吧？那你泼，比如说现在天气很冷，你还泼人家冷水，那人家就会很没有精神或没有热情。所以泼冷水，比如说各位同学，你们在学中文啊，然后呢，你觉得中文很难，但是你很努力，你很充满热情的在学中文，对。结果你妈妈跟你说：“哎呀，你不可能学好的啦，中文那么难，你一辈子都学不好的啦，别想了，不可能的啦。”你妈妈给你泼冷水，对，就是让你的热情没有办法继续。对，比如说这个Ben叔在追求一个女生很爱这个女生，但是呢，我跟这个灿叔觉得，哎呀，这个女生人家已经有很多追求者了，对，又有钱又漂亮，哎呀，你Ben叔你什么呀？你怎么可能追得上人家？我说你们不要给我泼冷水好不好啊？对，我已经很努力了，我每天都送巧克力送花，我很努力在追求她了，你们不要再泼我冷水了，就是不要让我的热情中断。不要浇灭了我的心中的热情跟热火那个感觉。好，但是我觉得还是好像中国还挺喜欢泼冷水的这个家长给孩子泼冷水还蛮多。对，有时候好朋友之间会泼冷水，对不对？对，就是希望他认清现实啦有时候这个事情你不可能成功的啦，要你认清现实这个时候就会泼你冷水对，泼冷水。好，这个我觉得可以了可以算常用。好，那这个Ben叔你来一个吧。好那我的下一个词还在找，我们都这个叫临时抱佛脚，我们都是临时才找的。对还有就是我觉得挺多人说这个呸呸呸乌鸦嘴。乌鸦嘴很常用这个非常常用。好，这个我先写一下临时抱佛脚。
诶，这个大陆有这样说吗？就是说对不对？临时抱佛脚，被佛踢一脚，对不对？对啊。啊，临时抱佛脚。然后刚刚那个Ben叔说的是乌鸦嘴哦，很好的一个这个也不算搭配了，就算一个 expression 了啊，三字的一个一个表达吧，三个字的表达，对，三字短语了啊。嗯好，乌鸦嘴很常用，非常常用。呸呸呸呸，乌鸦嘴。如果有人乌乌鸦鸦嘴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呸呸呸啊，呸呸呸，对，会加个呸呸呸啊。好，我写一下。乌鸦是那个黑色的鸟，黑对吧？色的，对不对啊？它是可能食腐的动物啊，常常然吃后是不那个。是在很多国家乌鸦是不吉利的代表嘛？对不对？好像是啊，有时就是候我看我们之前学校有人跳楼自杀，然后那个乌乌鸦就鸦飞过。好多乌鸦飞过来，然后就是好几天都不走啊。对，这个可能在中国也类似了哦，就是可能突然好好的，突然有乌鸦从你头上飞过，我们会觉得这是不吉利的一个象征啊。所以一个人他长了乌鸦的嘴啊，一直讲话，说了非常不吉利的话啊。对，然后结果那个事情成真了，是不是？可能没有不一定，我们害怕成真，我们害怕这件事情会发生啊。比如说，哎呀，Ben叔，我觉得你交不到的那个女朋友，你不可能交到她的啦。哦，这个好像呸乌鸦嘴啊，对，我一定追得到，对不对？或者是这个不算特别不吉利，这个不算特别乌鸦，一定要不好的厄运那种事情。对，你说，哎，我买这个股票会不会跌呀？呸！乌鸦嘴不会跌的啦，什么会跌？就这种感觉，就是你特别去想一个不好的事情，然后你觉得它会发生，你就讲出来了，另外那个人就会呸，乌鸦嘴，就是意思就是这个事情不会发生的啦，你不要乱讲话。乌鸦嘴的人就是会乱讲话的人。对，比如说有人的妈妈生重病了，哎，我看你妈妈可能活不了多久。这个太乌鸦，这个我妈妈不会这么快死的，我妈妈长命百岁。对这个就是太乌鸦嘴了，很常用。那各位同学，你不要当乌鸦，你不要做乌鸦嘴啊。这个不晓得大陆会不会说白目啦？我们台湾蛮常说白目的。白目，我们会说白痴，我们会说脑子进水。我们说白目就是没有不看情况说话的人，就是白目。我们台湾会这样讲，其实就是乌鸦嘴的意思。乌鸦嘴的意思，乌鸦嘴很常用。如果你身边有朋友说了一件，你觉得不要说，这个是不会发生的。别乌鸦嘴，而且会像Ben叔说的，呸。呸，对啊，比如买了很多彩票，你说怎么办啊？是不是一张也中不了？然后呸，一定会中的，呸。好，这个我们很常用。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对着屏幕，呸，一直呸，整个屏幕都是口水，对，吓跑了。乌鸦嘴，我觉得我很喜欢，很常用啊。好，那我有同学说好不容易抓到我们直播太好了，谢谢 Bradley 啊。对，好久不见了 Bradley。哇，好，很多同学呢，这个可能不晓得我们直播的时间啊。那Ben叔，我们像这样的直播是什么时候会有呢？一般是周一和周五的晚上7点，北京时间晚上7点。但是同学们，你们觉得这个时间怎么样？晚上7点是太早了、太晚了，还是正好？你们也可以告诉我们这个直播的时间怎么样，我们可以调整一下。对，然后我们会介绍一些中文常用的表达或成语或搭配啊。那有时候我们会介绍一些中文的学习法，怎么样学中文会更有效率啊。好 ，OK， 乌鸦嘴很棒的一个算短语了啊。比如说会不会遇到坏人呢？在这儿？呸，不会的。明天要比赛了，会不会下雨啊？呸，胡说八道，会这样用。好 ，OK。这个月影我们说不吉利啊，不吉利的话，很怕别人跟我说不吉利啊，不吉利的话。好 ，OK， 那我来介绍一个叫唱反调啊，非常常用，对，实用。好，唱反调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这个。Ben叔，我跟你讲，我觉得学习中文呢，这不是我们上次讲那个台对不对？杠精对吧？那个跟杠精很像，杠精就是爱唱反调的人，对不对？是的，比如我说，我觉得这个学习中文呢，跟可人老师学比较好。
啊，我觉得还是跟男老师学比较好。对，女老师啊，太啰嗦了，男老师比较好。而且你是男生，你应该要跟男老师学。这个唱反调，对啊。唱反调，或者是我觉得咖或啡比较好者喝啊。或者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开这个大叔应该做这样的视频，这样的视频我觉得特别好。我觉得不一定我觉得有时候短视频效果更好，我比较建议做短视频。我觉得这种你说的这种视频没有用。可是长视频大家都看不完啊，对，所以就对，会唱反调，对。对啊，或者是说我觉得这个英国的奶茶好好喝这是假的，英国的怎么是正宗的呢？这个台湾不是这个奶茶的发源地吗？好，所以如果刚刚变叔说，哎呀，假的啦，那个英国的奶茶都是假的，可以给人扣帽子呗，给英国的奶茶扣帽子那种感觉。总是唱反调啊，跟我想要这个宣传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别人常常跟你讲一个相反的意见这个叫这个现在网络用语叫杠精，杠精就是唱反调的人，喜欢唱反调的人，杠精指的是人唱反调是一个动作。他很喜欢唱反调，他是个杠精，杠精是个喜欢唱反调的人。是的，好，上不了台面也不错很好，吃软饭，吃软饭这个很好，吃软饭很棒吃软饭，我觉得我们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吃软饭。好的来Ben叔你讲一下什么叫吃软饭呢？吃软饭就是整天就是可能一般说这个夫妻关系中然后男女关系中或者情侣中有一个人他在家里就是不工作，然后理所当然的在家里休息然后靠另外一半去养，对不对？靠着他的另一半去对养，然后另一半整天在外奔波，然后忙生活赚钱，那另外一半很辛苦，那这一半的这个伴侣就是吃软饭的人。对。好，所以这个其实一般用在男生身上男生应该是要去工作的角色，结果他在家里吃软饭，尤其是吃女人的软饭，就是让女生去养他，在日常生活中一般来讲是指男生比较多，男人吃软饭比较多，或者这种男生我们就叫他小白脸，对不对？是吧？是这样讲吗？他这个吃软饭正好跟我的下一个词有点像有点像。我的下一个词其实是混日子。混日子 OK 好，非常一个好懂的一个俗语好，唱反调的英文我不晓得查一查吧，唱反调看看你们如果查不到的就看那个 唱反就是直接翻译就是 disagree with a decision 之类的吧，就是 speak or act contrary to say the opposite 唱反调。好 OK 好的OK 混日子混日子的意思是这个有时候指的就是可能这个无所事事，对不对？就比如说你可能找了一个工作，这个工作很稳定，但是你不喜欢这个工作，但是它可能就是能给你不错的收入吧，可能在一个国有企业里边，所以那每天没有什么有意思的工作，那为了赚钱你还要去这个地方，所以每天就在这个公司混日子。就是你觉得这个工作对你的成长没有帮助，所以你不想很努力，你就每天在这个工作上面混日子，你也没有很努力工作，但是你也不离职，你也不辞职，你就每天在混日子。混这个词就是比如说在社会上没有特别的想要做的事情，每天就是没有努力的方向，就是没有很努力，然后浪费时间，无所事事，你也没有目标，你也没有方向，这样的人你就可能会混日子，不一定用在工作上，有时候可能你是一个没有工作的人，你可能在家里混日子，你在家里你也不想找工作，你也不去学东西，你就在家里成天混日子，一天过去了，一天又过去了就是混过一天又一天，每天有人在
教室里面混日子，上课的时候都在混日子，不专心听老师上课，这种学生呢，就成天在教室里头混。对，因为有的学生可能就是因为父母让他去学校学习，他自己不想学，那他又必须去学校，那每天在学校混日子，不想努力学习。那各位同学，希望你不是一个混日子的人啊，混日子是很浪费时间的啊。好，还有可能谦虚的时候，比如说，对，你说，哎，你最近是不是发财了，赚很多钱呢？在你公司是不是发展的特别好？没有啦，混日子而已啦，在那混日子而已啦。对，混一混。那其实你没有，其实你是很努力的在工作，只是说，中国人习惯用谦虚的口气跟人家说话啊，没有啦，我混日子而已啦。其实你是谦虚。公司那么好，没有，就是混日子啦，没有什么好工作。很棒啊。发呆和混日子一样。发呆跟混日子是不一样，发呆是指这种是现在的一个状态啊，现在的状况，就是我们直播播着播着就发呆。我们现在在发呆，我们不是在混日子。好，混日子指的是一段比较长的时间，你在某个场合做的事情。发呆就是你现在这个 space。哎，茶叔你在想什么？我看你好一直发呆在那儿，一直在那儿发呆。发呆是现在当下的一个动作啊，不是一个长期的动作。混日子是一个长期的状态。好，然后裴静很贴心的帮我们找了唱反调的英文。谢谢裴静。Here and up, opposing view, wrong counter to。OK， 好，那同学们自己可以看一下。我觉得 Tracy 这个铁饭碗，我觉得也蛮不错的耶。铁饭碗就刚才我们说的，一般铁饭碗的工作就是可能在一般是公务员。公务员一般指的是 service， 对 ，like public service， 对不对？然后像是政府机关、政府单位，还有银行也是铁饭碗。国营企业啊，一般国营企业的工作通常也是铁饭碗。像我们台湾常常说老师是铁饭碗。对，老师真的学校的老师通常是铁饭碗，因为都可以做到退休的，所以混日子呗。对，学校也不会炒你鱿鱼啊，这种工作。而且你时间越长，你可能从普通老师变成特级老师，又变成教授。所以你只要混日子就可以越来越好啊。对，铁饭碗指的就是很稳定的，然后公司也基本上不会主动 fire 你，不会主动炒你鱿鱼的这种工作就是铁饭碗。好，只要你愿意做，就可以做到退休的工作，这种工作就叫铁饭碗啊。对，好。好的，我们感谢我们的这个职业捐赠的学生，谢谢哇！今天捐好多，谢谢 Daniel， 哇，谢谢 Daniel 啊。对，好，这个好，有人从刚果金来看我们的直播啊，欢迎你啊，哇，谢谢。怎么样？那边看我们直播卡不卡？对。Sam 说铁饭碗是工作稳定是有，收入很高不一定。收入很高倒是不一定，但是工作稳定是有。铁饭碗不一定是收入高的工作哦。好 ，OK， 没问题。好，换谁啦？不过这个同学说到摸鱼，对不对？摸鱼很有用，很好，很好。摸鱼就是跟混日子的确是有点像。怎么这些词都连在一起了？对，这个摸鱼指的特别是在工作上面，混日子可以用在学校、公司、家里，但是摸鱼一般是用在工作上面比较多，对不对？对，比如摸鱼就是比如说我工作的时候，突然我就是打开一个 YouTube， 我开始看大叔中文，偷偷看视频。是不是你们现在在摸鱼啊？就是工作的时候。你们现在是不是在一边工作一边偷看大叔中文？那你们这在摸鱼。对啊，或者就是没有认真的工作，在做别的事情。对，可能玩手机游戏啊，发短信啊，这样的都在摸鱼。我觉得同学们的中文都很棒哎。小白脸吃软饭。对啊。好 ，OK， 没问题啊。那现在成天摸鱼可能会被炒鱿鱼。好，炒鱿鱼也是一个常用的、很好的词汇，就是 be fired， 被经理或老板给解雇了。对，好，被炒鱿鱼。那我来介绍一个叫串门子。串门子，我们就说串门，你们还带个子是吗？你们说串门而已啊，我们还会加个子，串门子串门子。什么叫串门子？
串门子。咱串门就是春节的时候，也一般啊，一般我们家春节的时候会走亲戚啊。对，马上春节要到了，就对你要去看一看亲戚，跟亲戚聊聊天、拜年啊，或者你跟你的亲戚可能都住在一个城市，但是你们要走动一下，就去串门。对，这个就是说不是一般性的拜访哦，不是哦，通常是过年或者是节日的时候，你会去拜访很多亲戚跟朋友啊，这个时候这个就叫串门子，就是去特别是新年期间啊，去拜访别人。对，因为我们新年期间要去恭喜发财，对不对？啊，祝人家恭喜发财，拜年。那你要去拜访叔叔爷爷、伯伯啊，还有什么婶婶奶奶之类的啊。哎，恭喜发财，红包拿来。对，然后去他们家坐一下，吃个东西，这个叫串门子。基本上就是一个 New Year visit 那个感觉哈，就是新年的拜访啊，New Year visit。那如果你的亲朋好友不准你进门，这个叫吃闭门羹。哎，这个 Tracy 很厉害耶，就是什么叫吃闭门羹？就是你去拜访别人的时候，别人不让你进门，这个叫吃闭门羹。那这个典故我不是很清楚，但吃闭门羹一般是找人这个办事的时候，对吧？对，比如说这个我到Ben叔家 call，Ben叔我要跟你借500万 call。哎呀，这个不好意思，这个笨叔今天不在家，Ben嫂就说，哎，笨叔今天不在家，这个他不在哦，你下次再来找他。他出差了，他得1个月，可能1个月后回来吧，可能半年才会回来哦，然后这个 Ben 嫂就给你吃了个闭门羹，Ben 嫂给你吃了个闭门羹，他不开门让你进来，那通常会让别人吃闭门羹，通常是别人有一些要求你不想完成，不想达到别人的要求啊。好，说曹操到这个算是也蛮常用的了。Speak of the devil，英文也有类似的词汇啊。Speak of the devil。就每次我们想，哎 ，Daniel 会不会今天来捐款？然后 Daniel 就来捐款。曹操到 ，Daniel 捐款了，哇！所以我们可以说曹操到，这个人就来了。对，正在想这个聊他的时候，他就来了。这个人就来了。哎 ，Daniel 今天会不会来啊？捐钱给我们？来了啊，就这个意思。说曹操，你可以说串门了啊，台湾会说串门子啊，类似的意思，一样的意思啊。好。那戴绿帽当然也是很常用了啊，戴绿帽就是老婆出轨了，老婆也不一定是老婆吧，现在好像只要你的伴侣，对，这个女朋友也可以，女朋友出轨了，什么叫出轨了？就是有别的男人了，对老婆出轨啊，但是我们一般不会说这个男朋友给自己戴了绿帽，对吧？一般都是男人说男人一般是男人戴绿帽，也就是女生出轨啊，女生有别的男人的时候，这个男生是戴绿帽，男生对戴绿帽。好，OK， 没问题。好，那我们差不多了，剩Ben叔你再介绍一个吧。我的也跟门有关系啊，你是串门，我的是走后门。走后门好，这个很好，走后门。好，走后门，走后门，好。走后门就是说前面有正门你不走啊，正门就是大家都在看着正门，都走正门，对，这个但是没有人走正门，他非要绕过这个楼，然后去走后门进来啊，所以肯定是他有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啊，不能让别人发现的事情，所以走后门就是说用他的一些关系来达到他的目的。但你用这个关系可能会导致一个不公平的现象啊，所以不可以让别人知道，对不对？这个叫走后门。比如说曹操到，说曹操又到了，谢谢。哇 ，Daniel， 你这次捐$10呢，哇塞，好多哦。好，这时候呢，我们要用什么来形容这个事情？这个叫双喜临门。如果你要上课的话，可以走后门啊。对，没问题。Daniel， 如果你要上课，不要让别的同学知道，我们让你走后门。对，你来跟我们上课，我们不帮别人上课的但是呢 ，Daniel， 你可以走后门，我们偷偷帮你上课好，那这个不能让大家知道，所以我偷偷的讲走后门。
对，我们那给走后 Daniel 开了后门，对吧？我们开了开了后门，让他后门。走后门走嗯后门一般可以用在比如说官员嗯收别人的钱，对不对？嗯，贿赂对，的时候，然嗯后也有可能是公司对，经理偷偷收了别人的钱一般我们都可以说走后门，然后这个经理就会帮那个公司说话或者是政府官员就会用一些政策，让一些企业可以有一些特权，这个都是走后门的例子或者是可能这个要让学生到某一个重点班级里边，可对能就是对对，家长一个好的要请老班级，师吃饭啊，给老对师一些礼物，然后说，哎，可不可以对把我的孩子放到你的班里边啊？这样对，老师走后门。你教的很好那我给你一点钱，你让我的儿子在你班上课好不好？对，然后结果老师就接受了那这个学生就走后门，可以到这个老师的班级上课好，你好诗，好帅了你好帅，好 OK，运营这个句子有一点问题，对不对？好，就我的是戴绿老公很多次戴绿帽给我，一般一般女对性不太用这个不词啊，太用，一般对是女性给男性戴绿帽，对没有这个性别歧视在里边，就是对，但是有一些词。这个戴绿帽一定是女生出嗯轨，女生有别的男人，那这个男生是戴绿帽的男生所以一般不用在另外相反的情况。对啊，如男果是生可以说他给我戴了绿帽。他给我戴了绿帽男生可以这样讲这个女生给我戴，我的女朋友给我戴了绿帽但是有一种情况是两个性别都可以用，就是被绿了，被绿了。被绿了 OK 好，把这个是绿当动词用，被绿从戴绿帽比较新的用法新的用法，对就对，有的时候就说，哎呀，我被绿了对，很口语的一个说法，我被绿了，被绿了，怎么说呀？being 就 cheated，是对吧？对对对，be cheated，然后就是男生女生都可以用那一般的话呢，这个戴绿帽是男生被戴绿帽了但是说戴绿帽听起来就是有一点不给面子，你可能这么说，怎么了？他要挖苦被绿了？人家，或者是要嘲笑人家你被戴绿帽了，有点那个感觉他被绿了吗？对，他被绿了吗这八卦的时候可以用的。对，国成说去叔叔家串门吧，对，可以就是对，很口语的用法，很棒。这个北方就是确实我们说串门去，串门去叔叔家拜访。那在台湾干啥去啊？串门去。南方可能会讲串门子南方会讲串门子北方串门子跟串门聊天不太一样串门子是去拜访，它包括聊天，或甚至你去串门子是去他们家吃东西都有可能，对，看看而已也有可能，就是熟络一下对，好 OK 没问题。凑热闹也是很有意思的词凑热闹对，凑热闹很好。我们还有一个词叫看热闹看热闹对，看热闹，凑热闹凑跟看热闹就是串门的时候凑热闹，因为大家一起有意思但是看热闹就是路上可能发生什么事情了，很多人围着去看热闹一下，怎么了？你去看热闹比如说路上发生车祸，很多人会看热闹比如说哪个大楼火灾了，很多人去看热闹看书长了痔疮。串门子就是像 New Year Visit New Year Visit 那个感觉内卷就是某一个行业竞争很激烈，对不对？就像这个中文老师的市场就很内卷了，对不对？就如果这个老师说我$10一节课，那个老师说我$3一节课，另一个说我$1一个小时我免费教你，这个叫内卷。这个时候我们就说卷不动了，我卷不动了内卷就是某一个行业竞争很激烈，然后呢就是要赚钱很难像汉语老师的市场就是个内卷的市场好 OK 没问题。其实这个真的介绍不完带我飞Tracy 知道好多带我飞这个不算是常用的短语啦其实 Tracy 刚刚说的有些不算是我们常用的短语了比如说他说这个他刚刚说我明白了对我陪你玩玩，这个也不算短语了这个不算常用短语了
好，OK，没问题。好，快读一下 Daniel 的这句话啊，我后面不懂。Daniel 又捐钱了，Daniel 你今天捐了4次了耶！哇 Daniel 是来自美国哪里啊？来自美对国。，Daniel，我们2位大叔很好奇，想要多了解你啊。对啊，对啊，他在台湾学习过了，我记得他跟我说过。他的照片后面好像看起来是印度吗？还是泰国？不知道，我以为是一个那个塔呢，因为太小了，看不太清楚。好，很高兴能在美国的早上直播看到你们。对，因为 Daniel 好像在台湾读书啊，所以他用的是繁体字。Daniel 是几点？现在是你的几点啊？对啊，几点了啊？对，好，还写个波泼莫夫。好 ，OK， 那我们今天的短语呢，我们简单的帮同学们复习一下啊。Ben叔，你说的是什么？我说的是最后一个是走后门，走后门就是用自己的关系来得到好处。对，还有串门子，就是特别在新年的时候去拜访亲朋好友去聊天，去吃饭。但是如果你有很多亲戚，也可以随时串门啊，如果你想。对，没错。或者你来老师家串门也可以啊。可以啊，不一定用在新年啦，只要是一个正面，我觉得串门子是一个比较正面的用法。对，好，再来是凑热闹，有吗？凑热闹。凑热闹是人多有意思，但是看热闹就是贬义了，就是这个人真的。对，你可能在看一个意外现场或哪里火灾了，去看热闹。会有人吵架，夫妻吵架，你很喜欢去看热闹，对不对？对啊，比如一个人被戴绿帽或者被绿了，这个时候就去看热闹。看热闹啊，好，Daniel 说现在早上6点。好，然后再来唱反调就是杠精了啊，唱反调的人叫杠精，就是你常常说出跟别人意见相反的话，唱反调啊，叫唱反调啊。还有什么？还有泼冷水。泼冷水就是对方很有热情做一件事情，结果你一直去泄他的气，你一直说一些让他没有热情的话，去中断他的热情跟兴趣啊。还有背黑锅，就不是我的责任，但是我背这个人的黑锅啊，为他背黑锅。如果是我的责任，我想把责任甩到别人身上，这个叫甩锅。甩锅啊。甩锅对啊，Daniel 几点起床啊？我不知道。6点呢，现在6点就起来看我们直播。对啊，那这位同学是早上4点啊。好因为那是我们如果稍微晚一点的话，大家好像都美国的早起的同学能看到了。对，大家可以建议一下啊。好 ，OK， 有老挝的朋友，物美价廉就是东西好，而且又便宜东西好又便宜，物美价廉比如说这个手表。很棒，但是它只要$2，哇，物美价廉。物美价廉，对，物美价廉的手表，那也太便宜了，不算物美价廉。物美价廉是东西好，价格又便宜啊。对，好 ，OK， 那没关系，各位同学，如果错过了我们的直播，我们到时候会把我们所说的短语列在我们的这个 YouTube 油管上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还有就是我会在大家就是看视频以后会把这个。我们介绍短语会按时间给分好，所以你就可以点到那个时间段来看学习那一个我们介绍的短语。那欢迎大家来油管加入我们的大叔中文频道。那我们大叔中文有非常多的材料，特别是会员有非常多材料可以去学习中文。如果你想提高中文的水平这个 Avery 加拿大的 Avery 4点起来看，哇，你是起来上厕所顺便熬夜？起来上厕所刚好看到我们的视频吧？还是说熬夜准备睡觉了好 ，OK，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儿。那希望大家记得要加入大叔中文的视频，多多支持我们。然后今天的短语都是很常用的短语，如果你要学习中文的话，不要只学 HSK 里面的词汇，那只是一点点而已。我们要学更多成语、短语，还有搭配。还有表达，因为这些都是比较难翻译的，我觉得。对，有些根本没有英文翻译在里面，有一些文化的因素在里边。对，所以你一定要多去学习这些常用的东西对，我们还讲了混日子，谢谢。对，还有吃软饭混日子好 ，OK， 好，谢谢。那就跟大家说再见了，记得我们周一和周五。好，下周一还有然后周五也有。好，然后星期3是我们的播客那我们下次见喽，大家拜拜。谢谢，拜拜